希尔顿，对面呢是香格里拉，继续沿着这条大学大道向湖滨方向走过去。走过弗隆特，对面呢就是联合车站了希望他们已经开了。现在呢，我已经在这个 Upper Express 的站台上了，列车还没到，6点钟发车。我看这个车上坐的人不多，想必呢现在我上了这个车，是在车尾，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像小包厢一样的。好了，现在已经来到了第3航站楼了。这边呢就是一些值机柜台现在呢很多公司都采用了这种自助值机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机器。嗨，大家好，应该说早上好因为现在才早上5点半，天还麻麻亮但是这边夏天的天真的亮得比较早，晚的比较晚，所以白天的时间夏天就特别长。我今天呢要去赶地铁的最早一班车，应该是5点40发车，但不知道到这个站是几点。因为呢我要到联合车站去转乘 UP Express 到机场去接我的大孩子。刚刚他也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考试特地从国内赶过来参加他妹妹的大学毕业典礼，所以我们一家人呢就可以在这边团聚了。感谢小孩还是家庭观念很强，姐妹情深。现在呢我就走向地铁站去。哟，这边跟一个小松鼠不期而遇。Hello， 松鼠。前面还有一些鸟。这边的城市还是保留着很多好的生态像那种松鼠鸽子当然更多的是乌鸦这里呢就是奥斯哥的地铁站，但是还没有开门，不清楚是不是5点40才开门这边要5点50才开门，那我干脆就走到联合车站去吧。稍稍有点失算
今天我的大孩子从中国那边上海经日本到温哥华，马不停蹄的再从温哥华飞多伦多，漫长的一段行程。但是根据我们跟他保持着联系，就感觉他状态相当不错。一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了，加快一点脚步走到联合车站去搭 UP Express 去机场。好，现在我们就往联合车站走吧。经过希尔顿，对面呢是香格里拉，继续沿着这条大学大道向湖滨方向走过去，应该不会很远我估计应该不用20分钟就能到吧。但是这个早上那么早还是第一回看看这个天色差不多已经亮了，而这些还没有上班的办公楼稍稍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大学大道呢是多伦多当趟的一条主要的街道，南边呢有很多的知名的酒店，北边接近女皇公园地方呢就是一条医院街，各种专科的医院在那边都有。从这边呢一直是可以走到湖滨的，距离联合车站呢也不远，所以今天呢就干脆走一走，吹吹早上的凉风。但是今天开始呢，多伦多气温进入到30度加的这么一个气温了。这是来到这边呢，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但是像现在走在街上，应该20度没有吧，还是非常凉爽的。
这一路走过来啊，居然都没有等一个红灯啊，一路顺畅。应该也就是10来分钟吧，我已经走到了联合车站门前了啊。联合车站呢，好像是早上5点半开门，但是这个 pass 的入口啊还是关着的。走过 front 对面呢就是联合车站了啊，希望他们已经开了。啊，记得见到一个流浪人睡在一个购物车里啊。果然，他们已经开了。现在呢，我要去找 Up Express。原来我走错方向了，那个地方才有 Up Express。Yes， 就是这里了。我上一次来这边搭过这样的小火车去机场的。今天毕竟比较早，就几乎没什么人。看看现在几点？5点45分。接下去是6点、6点15、6点半，所以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到里面去休息一下。
我有这样的交通卡，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刷卡进去。上次来我都忘了，应该是可以的吧。9块2毛5。车还没到啊，先在这边找个位置坐坐。这边有个小咖啡卖早餐的店还没营业。现在呢，我已经在这个 Up Express 的站台上了，列车还没到，6点钟发车，稍事休息。好，等一会儿我们就搭这趟火车去机场。车已经到了，现在是下课，是从机场来的一堆人，看来也都是赶早的人了，坐得满满当当的啊。现在上车。刚刚我看到上面有标志，行李没问题，但是单车不能上。好，我就随便找一个位置坐吧。现在这空空荡荡了，还有5分钟发车。车上呢是有 WiFi 的，其实刚刚在站台上已经连上了 WiFi。这边呢就是 Union Station， 我看到的就是 CN Tower。前几天坐的 GO train 呢也是这样走的啊。说到 GO train 呢 ，GO train 就来了。你看这个绿色的双层的火车，很多节缓缓驶来，应该也从奥克维尔那边过来的吧。我看这个车上坐的人不多，想必呢现在还没到6点啊，上班时间应该没那么早。但这应该是第一班车。在大多伦多地区呢，很多人呢住得比较远，那原因呢肯定就是城里房价比较高。那天我去柏林城这个GO train站的边上呢，正在起公寓啊，这个公寓呢看上去还不错，但是边上啥也没有。可是呢，它紧挨着这个GO train station， 我相信呢，早晚上下班啊，这是非常的方便的一个地方。想象呢，那边房价肯定会低不少，所以还是会有人选择住在一个这样的交通方便的车站边上啊。已经关上门了，准点发车。刚刚发车啊，是发现外面下雨了，但是雨点还不小。现在到了一个站啊，应该这个路上有30个站要停了。车厢里面呢也有这样的屏幕，它会滚动的播出现在飞机的时刻，包括晚点的信息。这个站叫 Blue。这个站有可以跟GO train进行换乘的。
靠第二个站叫 Western， 停完这个站呢就直达机场。这个站呢也是跟首尔线的应该是联营的，在这边呢也可以转Go Bus走一圈。外面的雨势下的越来越大了，差不多已经到机场了。在这边呢可以看到交通网络纵横，有高速公路网，也有这样的火车。The next and final stop is Toron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Le prochain et dernier arrêt est l'aéroport international Pearson de Toronto. 엊그제 얘기 나왔어. 확정 아니야. 안 갈 수도 있어. 맞다. 씨발 그건 아닌데 연아 연수원에 가든 안 가든 일단 월화 수목금 생기는 거 맞춘 거 같아. 짱이 노예가 되는 거지. 짱이 이제 노예가 되는 거. 已经到站了，现在是6:27。现在呢，就从这个 UP Express 下车了，一共就这几个站啊，上面有写皮尔顺机场、Western Blue， 然后就是 Union。好，现在我们往外走。我看外面已经出太阳的感觉了，奇妙的天气。这边呢，要搭乘一段免费的小火车去 Terminal 3。我记得上次我在这边买的票，现在这个机器都给拆掉了。等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呢，就直接到这个里面去刷卡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机器来买票。大家在这边呢等这个小火车，坐到第3航站楼去。对面呢就是第1航站楼啊。就如果你在第1航站楼到达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过来坐这个 UP Express。你看啊，这边呢也有一些行李车可以免费取用啊。小火车已经来了，它叫 Terminal Link。现在我上了这个车，是在车尾，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像小包厢一样的。它又是往回走的，现在的车尾变成了车头了。刚好可以看看
多伦多机场周围的风景。But I don't think of it basement as for a lounge, really, right? I'm like, oh, you're right, but yeah. I told Rick that we want to do our best and try to give 其实两个 terminal 呢，其实相距并不遥远，走路呢大概是1000米左右。这边呢还有喜来登的酒店。好，转眼之间呢，已经来到了第3航站楼了。下面呢有连廊啊，去到terminal。好了，现在已经来到了第3航站楼了。你看啊，它这个呢，全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包厢组成的，这个很有意思，它不是一长条的。右侧呢去喜来登酒店，左侧呢就去 terminal。下面呢就是马路了啊。相信呢，上面是出发，下面是到达。自动门。这边呢就是一些值机柜台啊，现在呢很多公司啊都采用了这种自助值机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机器，你读取你的证件，然后呢在上面呢做一些选择。放行李呢，同样啊都是一些自动的，你办完这手续以后呢，就把行李放在这个上面。主要因素呢还是减少人工开支吧，但是对于一些外来的人，不熟悉这种机器的老年人来讲啊，有时候会非常的困惑。现在呢我们在出发城，我要到下面的到达城去接我的孩子。从这边呢就有电梯可以下到达城，这边呢就是出发城送客的马路了。
这边呢就已经有买这种交通卡的机器了，上一次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那边呢是出租车，还有来接人的等候区等等啊。到达呢应该是在我的反方向。这边有一个 Subway 的小店。这个地方呢，就是到达出来的地方了，里面呢就是行李转盘，边上呢有一个 Flight Information。我已经到达了皮尔逊机场的接机口了。等一会儿呢，我会在这边接到我的孩子啊，前往多伦多市区。那这一段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一大早从多伦多本来要搭地铁，但是呢，后来还是走到了 Union Station， 坐着 UP Express 呢来到了多伦多机场，然后呢再转一趟小的火车到了第3航站楼。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